不多时，一只老神仙皮指道人钻出地面，对在内堂等待的人影做了一个道揖。玉鼎师兄，不知今日所来为何事？玉鼎循声看来，看见了李长寿的指道人，便露出了几分略微僵硬的笑意，向前做道揖还礼。这位真人也是个老实人，见面第一句就表明来意，也不去寒暄问候。长庚师弟，可有巫族战法可供贫道徒儿修行？李长寿侧身坐请，师兄，咱们去内堂谈。此前灵珠子曾在巫族修行，得了不少巫族战法，我这里倒是有几样备份，若是不足呢，我这就让地府中的指道人去巫族探寻。杨戬师侄不修道门术法吗？玉鼎真人的笑容有一些介于不好意思和腼腆之间，让李长寿都感觉很难把握得太精准。这位真人温声道：八九玄功重肉身修行，虽也催生法力，但法力还是有些斑驳，不算精纯。贫道之意就是让杨戬元神肉身双修，今日已为他琢磨出了与八九玄功互不相冲的道法典籍，但还是要以八九玄功为主。但在斗法之事上，巫族战法自然是与八九玄功更配。原来是这般。来，李长寿请玉鼎真人入座，自己也不坐去主位，就在玉鼎真人身侧的圈椅中坐了下来。师兄在此地稍等，容我去找寻一二。善。玉鼎真人答应一声，有些欲言又止，还是道一句：可有贫道能为巫族出力之事？此事稍后我会与师兄详谈，师兄不必多挂念。言罢，李长寿闭目凝神，心神挪去本体处，在怀中摸索一阵，取出了2枚玉符。为后土娘娘解七情化身之困时，他就得了巫族秘录，其中就有不少巫族战法。此时刚好拿给玉鼎真人，让杨戬试一试哪套与八九玄功更配。如此，自己稍后修行时效率无疑就会提升许多。云霄在旁边问：可是有什么麻烦事？只是玉鼎师兄来寻讲巫族战法，应当是给杨戬师侄修行所用。言说中，李长寿已经是将手中的这一枚玉符做了一个备份，自袖中取出一只指道人，控制指道人抓稳玉符，施展遁法，赶去南赡部洲。云霄仙子柔声问：你对云华仙子的子女这般上心，可是因玉帝旨意？这个倒非玉帝的意思。李长寿笑了笑，此时正与云霄坐于树荫浅草的2只蒲团上，不远处便是在河边不断抓耳挠腮的书生。就听李长寿一声轻叹，目中少有几次满是温暖，小声道：我总不能一直在天庭忙碌，天庭步入正轨，这天地归于秩序之后，我便回归隐山岭，到时候总要有1、2接班之人去辅佐玉帝陛下治理3界。杨戬本性正直刚强，又有一颗坚韧不拔的道心，自幼小就崭露头角，算是接我班的不二之选。若是有的选，我其实并不想走出小琼峰。是因形势所迫吗？其实是想更安稳一些。身在天地间，就难免为天地拨弄。我虽然有心避世修行，奈何大事纷扰，修为不足，终其所有，无外乎舍与得之间。也幸亏当时走出来了，看到了洪荒天地精彩纷呈，看到了原本只能仰望的一座座神像之后所呈现的生灵秉性，看到了……李长寿话语一顿，凝视着云霄的双眸，看到了云上仙子的嗔喜悲欢，看到了你这位前辈高人是如何扰我心神。
增我烦忧。云霄低头别眼，低声道：那我以后少来见你，便不会乱你心。一根手指自侧旁探来，却是阻在他唇前3寸。仙子不由得顺着这一根手指看去，只见李长寿此刻侧身凝视，目中清澈无垢，又有颇多暖意。云霄蓦然发现，他的嗓音不知觉便撞满了自己的心神，说的是：我心思动，愿品烦忧。云霄不知自己这是怎么了，心神一片空茫，在空茫中又划过了一幅幅画面，映着李长寿的面容，侧影李长寿的悲欢苦乐。云霄，李长寿轻声呼唤，却是从未有过的轻柔。一时云霄发觉自己的道心竟然有些迷失，而这般迷失未乱道心，且他并不抗拒，反倒是愿意去继续沉浸。便是不食人间烟火，也会有心不由己，便是缺了那份心欲，怕难聚情深意暖。恍惚之中，他觉得那张面容离着自己越来越近，道心清灵空幻，又隐隐期盼，可期盼中还有几分不愿离去的不安。正当他体会这般奇妙的心境，来不及去做什么，两个人之间的间隔已只剩几寸。这便是水神大人，我选第3。河边那书生魂魄一咬牙一跺脚，转身闭着眼睛大喊一声，但是随之他就感觉到气氛有些奇怪，睁眼看去，整个鬼都飘忽了许多。树下画面瞬间凝滞，这书生只见保持着青年面容的水神大人，此刻面容又有了些不同。他正侧着身，上半身前探，与那仙子离着很近。那位书生此前一直看不清面容的仙子，此刻却显露出真容，端的是地上没有天上无双，清冷绝色，不与人知。问题是水神大人跟这位仙子此刻凑这么近，似是要……书生的家乡话叫做打啵儿，书上写的是夫妻之礼，也有但是书生博览群书，最喜欢的还是吃胭脂。雅致，当真雅致，就是此时好像氛围不对。书生突然感觉到了一股杀气，立刻对仿佛定格在树下的2道身影大喊一声：这我什么都没看到。云霄俏脸瞬间布满了嫣红，身周白光一闪，径直就消失不见了。李长寿很淡定地做了一段帮人整理发梢的无实物表演，而后面露微笑，淡定地站起身来，看向河边的书生：选好了啊？书生的魂魄一阵轻颤，忙道：水神大人，小的纯属无心之事，绝非有意窥探您跟仙子。无事无事。李长寿眯着眼笑着，一步步走向着书生魂魄。此事也怪我，一时情不自禁，未曾想到这里是光天化日，有碍风气。毕竟我也不是什么恶神，莫要怕。书生都快哭了，活着的时候被生活抽打到遍体鳞伤，此时如何不知这水神大人正在暴怒的边缘呢？这书生双腿一软，直接就跪了下来。李长寿却向前拉住书生的胳膊，驾一片云朵，带着这书生飞向不远处的一座大城。大城人声鼎沸，无比繁华，有一条大河在城边静静流淌而过，上游下游村寨城镇罗星遍布。看，这里是乙地，也是你第一个可选之地。书生眨眨眼，但你没选。李长寿温声说着，那书生顿时哭丧起脸，又努力地挤出了一个笑容，随之
李长寿带着这个书生飞去了南赡部洲北部边界，找到了第2条河流。这里风景异常优美，侧旁精灵成群，还有不少美丽女子模样的灵体于水中嬉戏，端得是一处人间仙境。看，这里是甲地，也是你第2个可选之地。书生看着各处美景，禁不住扁了扁嘴，喃喃道：但我没选。李长寿继续眯眼笑着，大概这就是缘法和缘分，你少了这一份缘，就失了这般好处。毕竟如果成为这里的河神，说不定还可以与许多精灵发展出美妙的友谊。书生默默地捂住自己的心口，小声问：您不是不生气吗？哦，本神何来生气之说？走吧，我带你去丙地。不多时，李长寿带书生来到了一处商部族国都附近，抬手对着书生额头一点，让书生看到了此地凝聚的磅礴气运。这里就是丙地了，此地乃人族气运汇聚之所在。你在此地若是修行得当，他日未尝不能登临仙班，转作正神。书生不由一愣，满是感动地看着李长寿，低声道：大人，您胸襟当真比大海还要宽广，我惊扰了您的好事，您竟然还……李长寿仍然是眯着眼睛，慢慢扭头。不过现在我改主意了。于是2个时辰后，南赡部洲东南某个荒僻的山野之中，一条弯弯扭扭的小河，几座人丁不兴的村落。某书生面容呆滞地站在河水之中，手中那一方拇指大小的印玺散发出的暖意，却温暖不了他拔凉拔凉的心。自今日起，你就是这条河的河神，望你努力造福一方，调运河水，抗灾防旱。待你功德圆满，自可向上升阶。正此时，那印玺闪烁出微微光亮，在河上搭起了一只简陋的木桥，又在桥下凝成了一只巴掌大小的庙宇。某新晋人族河神此时正无语泪两行，心底一声长叹。毕竟呢，我也不是什么恶神。海神庙内，李长寿的指导人已经是赶来，将玉符交给了玉鼎真人。为了方便交流，不至于让玉鼎真人混乱，李长寿收起一具指导人，含笑介绍着这玉符中的战法。玉鼎真人沉声道：也不知该如何谢师弟。哎呀，小事儿小事儿。李长寿笑着摆摆手，随后就想到了自己刚才真的是一声长叹，坐在那儿一阵愣神儿啊。这种情形很难遇到的，氛围要好，感情要到位，光影要和谐，而且必须有触动彼此心头的话题，实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呀。李长寿并未去算计这些，只是突然遇到了这般感觉，就照着感觉走了下去。那个家伙不是选择困难症吗？怎么这气死了！可有什么难处？并未。只是刚刚与云霄仙子分别，心底有些不舍，让师兄见笑了。当真也是有几分羡慕你与云霄师姐，若是两情相合，自当和和美美。借师兄其言。李长寿拱拱手，心底的念头微微转动，又叹道：师兄可听到消息了？那红莲入碧游宫之事，可是出了什么差错？不错，抹掉了冥河老祖残魂之后，通天师叔要用那红莲镇压截教教育，但是红莲承受不住，直接崩碎了。玉鼎之人掐指推算，又皱眉沉思一阵，言道：如此看来，截教远超你我所想。
我也有这般预感呐。那红莲被冥河老祖毁掉时，生有3颗莲子，一颗在西方教，一颗在截教，我都亲眼见过了。师兄可听说过，当年谁拿走了第3颗红莲莲子？你莫非怀疑有人在莲子上动了手脚？不错，始终是不能排除这般可能。咱们至今尚且不知，那对血海投掷莲子的到底是何方神圣？当日曾现身的那4名高手，我本也是这般以为，但隐隐又觉得不是。李长寿站起身来，慢走几步。此事事关重大，假若真的是有人故意安排了此事，且非咱们如今所知之敌，对方的敌意不得不防啊。大劫正是多事之秋，师弟如今正处于3教正中，自当多保重。玉鼎真人也站起身来，对李长寿拱拱手。贫道这便回去教导简儿，有关简儿父母之事，还是按原本那般安排。不错。天庭今后之栋梁，就全仰仗师兄教导了。善。玉鼎真人含笑点头，将玉符放入袖中，与李长寿互行道揖，驾云离去。送走玉鼎真人，李长寿在通天教主的画作前静立了一阵。第3枚红莲原本的持有者，李长寿的心底划过了一幕幕情形，产劫2字于心中不断盘旋，最后也只能化作些许轻笑，身形遁入地下，消失不见。